我以为这辈子我俩会挤在10平米的隔间里，直到头发花白，直到林婉摇身一变成了江家流落民间25年的正牌继承人。送他上那辆黑色迈巴赫时，我扒着车窗对他说，我所有银行卡密码都是你生日，网贷平台的还款日我做成日历发你了，要是想我了记得打钱。林婉郑重其事地点头。可他消失的60天里，我的账户安静的像座坟，穷到交不起下季度房租那天，我拖着编织袋闯进了江家的庄园，却看见他站在玻璃观景台的边缘，对着下面那群衣冠楚楚的人说，我才是你们亲生的，为什么眼里只有那个冒牌货？是不是我从这里采取行动，你们才会后悔？我扔下行李，冲上顶层，一把捂住他的嘴，扭头对下面挤出一个表情。江先生、江太太，婉婉的意思是，既然是亲生的，每月零用钱是不是该和那位小姐一样多？说完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才吃了几天好日子啊，就开始要感情不要实际了。我拖着那个褪色的编织袋，转了4趟公交，又徒步3公里，终于站在江家庄园雕花铁门前时，里面正有状况。我看了眼手机里刚刚扣掉的2块公交费，刚在门卫的目光中报出林婉的名字，就看见他站在7层主楼的弧形观景台上，半个身子探出护栏。2个月不见，他比离开时更瘦，朝楼下那群所谓的亲人说道，我回来60天了，你们给过我1分真心吗？我才是你们亲生的女儿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那个假货转？他的眼泪掉在玻璃上，楼下任何一道目光都没有变化。江父眉头拧着，毫无体统，早知如此就不该接回来。江母抿了口红茶，声音轻飘飘的，在外面习惯了，终究学不会端庄。林婉的亲哥哥江晨搂着假千金江月熙，仰头说道，才回来几天就学会这样了，有能耐你真行动啊！一片目光里，江月熙捂住脸，肩膀动了一下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占了你的位置，你要怎样就怎样我吧。后面的话被哽咽吞没，周围几人立刻围上去说话，没人再看观景台上那个身影。林婉失神的望着楼下那幅画面，喃喃吐出最后一句，是不是我采取行动，你们才会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？说完，他闭上眼，身体前倾，被我猛地拽回，紧接着拍了拍他后脑勺，同时亮出手机屏幕，行动之前先把这2块钱公交费转我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林婉的眼睛聚焦在屏幕上，瞬间有了反应，楼也不打算行动了，悲伤也忘了。他指着那行数字，声音提高，苏淼你疯了吗？居然坐公交来的，2块啊，整整2块，明明可以骑共享单车过来的，1个小时才1块5，你这不是纯纯浪费吗？2个月不见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低下头，第一次来嘛，导航不准，想着反正有人报销，就奢侈了一把。林婉抹了把脸，愁云重新笼罩眉眼，淼淼，我也没钱，你都认亲2个月了，身上1毛没有。他耳根泛红，避开我的目光，我伸长脖子往楼下瞥，江家人也不哄江月熙了，齐刷刷抬头盯着我们。江晨的声音飘上来，哟，不是要行动吗？怎么不行动了？演不下去了吧？林婉眼底又涌上水光，刚想开口，我一个箭步上前捂住他的嘴，挤出一个笑容朝楼下喊，江先生、江太太，你们听错了，婉婉的意思既然是亲生的，每月零用钱是不是该和月熙小姐一样多？我的傻闺蜜真是想不明白了，好日子才过几天，就开始追求虚无缥缈的亲情了，感情是我们这种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人能奢望的奢侈品吗？我把林婉拽下了楼，江母打量他，你回来这么久，身上没钱？林婉点头。江母转向江父，家族信托每月自动拨款给孩子零用，我让你把婉婉名字加进去，你没办。江父清了清嗓子，孩子刚回来，事儿多，忘了。江母又看向儿子，你呢？私下没给妹妹一点钱？江晨脸有点红，我也忘了，再说他吃穿住行都是江家的，要钱干什么？我插腰打断，江少爷，你吃穿住行也是江家的，为什么你每月零用钱比我年薪还高？江晨说不出话。江母视线转向江月熙，月熙，2个月前你说要把自己的衣帽间和珠宝都给婉婉，怎么到现在1分钱都没舍得给？江月熙心头一动，嘴唇动了动，支吾半天，半个字都吐不完整。江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她自己不也从没主动问过？愧疚爬上她的脸，她上前想拉林婉的手，婉婉，是妈妈疏忽了，之前欠你的零用，妈妈补给你。突如其来的亲近让林婉怔住，她不适应的缩回手，转而管住我胳膊，淼淼，既然来了，多住几天。我们点头，目光扫过1楼那间紧挨着洗衣房的小储物室。叔叔阿姨，我是外人，住这间就行，绝对不影响你们。说完，我推开门，林婉的行李整齐的码在墙角。在这间不到8平米、弥漫着洗衣液味道的房间里，几乎无处下脚。原来储物室是给真千金准备的啊！江家人脸上闪过不自然。江母试图说话，这个家里房间暂时周转不开，先让婉婉在这里将就下，等收拾好客房。他自己都说不下去了，毕竟林婉已经回来2个月，江家佣人成群，会连一间客房都收拾不出来。好在我习惯了，不怕挤。我拖着编织袋挤进去，随手关上门，把江家人各异的神色隔绝在外。林婉扑上来挠我，你一见我就提那2块公交费，一句想我的话都没有，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朋友了？我在窄床上滚成一团，祖宗，那可是2块钱，够买4个馒头了，放在以前够咱俩吃1天了。我跟林婉是真的不容易，她被保姆调包，丢到偏远小镇，被老夫妇收养，既一顿饱一顿长大。我身在重男轻女的家庭，爸妈天天盘算着把我嫁个好人家，给弟弟攒钱。
所以当林婉被豪门认回时，我以为我俩的苦日子到头了，他手指缝漏点就够我生活。谁知他居然开始要感情不要实惠了。我的目光瞥向林婉，他的神色黯淡下来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？哪怕回到江家，也没一个人真心喜欢我。你知道新芒出新款高定了吗？林婉继续自怜，我一直都不讨人喜欢。你看海运这条丝巾配不配你？林婉声音低落，我只是想要一点点家人的温暖。叮咚，他的家人给他转了一笔钱，不知是不是因为愧疚，数额格外可观。我拿起他手机，毫不犹豫给自己转了一半，7位数稳稳躺进我账户。林婉人沉浸在悲伤里，你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比得过江月熙？我把手机页面放到他眼前，你看范进新出的那套翡翠，想不想收藏？我一直渴望亲情，哇，这套水头真足，买，明天就去买。他终于闭嘴，不再提那些不值钱的感情了。那张1.2米的小床，我俩挤了一夜，仿佛回到大学宿舍上下铺的日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林婉直奔市中心顶级商场，一头扎进高定专区。我兴奋地拎起一件件衣服往他身上比划，这件还有这件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全都要，全部包起来。我闺蜜刷卡，逛到日落西山，购物袋多到拿不下。林婉罕见的没再提什么亲情。傍晚回庄园，别墅里有些冷清，只有几个佣人在打扫。林婉问了句，我爸妈呢？怎么都不在？没人理他，只有一个年长的保姆翻了个白眼，切，还真把自己当二小姐了。林婉脸色一白，我面无表情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胸针，谁回答问题？这枚流光限量胸针就是他的。周遭静了一秒，一个年轻女佣眼睛发亮冲上来，一把抓过盒子，声音热情，月熙小姐心情不好，先生太太带她去海岛度假了，过几天才回。我回头看林婉，果然她肉眼可见的垮下来，嘴里喃喃，他们果然不在意我，出门都不告诉我一声。逛街的喜悦瞬间没有了，林婉眼眶越红了。她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一直梦想找到亲生父母，体验被爱的感觉。如今梦想成真，爱却依旧遥不可及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淼淼，我是不是真的很惹人厌，所以爸妈才不喜欢我？我喜滋滋的从袋子里拎出一条裙子，这条裙子腰身是不是做大了？好像不太合身。林婉充耳不闻，他们宁愿带没有血缘的女儿去度假，也从没想过带我。范进这套翡翠确实好看。林婉暗自神伤，我回来2个月了，我的亲生父母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我。我发出惊呼，啊，婉婉，你的口红断了。林婉，我知道我是小镇出来的，给他们丢脸了。所以什么？你把我新买的3支口红全弄断了？死女人，让你用的时候小心点，你不听，把我口红还来。我的闺蜜再没时间想别的，因为她今天刚入手的3支限量口红全被我弄断了。捧着口红残骸，她说要不是看在18年交情的份上，她要把我脑袋拧下来给口红陪葬。换上今天新买的衣服，涂好勉强能用的口红。林婉像变了个人，之前那股畏缩土气荡然无存。镜子里站着的是个真正的千金小姐，她盯着镜中人，不敢认，这真的是我吗？我用力点头，用她手机拍了10几张照片，然后打开微信，朋友圈最新一条是江母发的动态，陪女儿散心，希望她永远开心。配图是她和江月熙在海边笑的脸，以及身后江父和江晨的身影。林婉眼底刚要浮起难过，我双手麻利的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和最好的姐妹血拼一整天 over， 战利品展示，配图是刚才拍的照片。动态发出去不到10分钟，江母点了个赞并留言，婉婉，这真的是你吗？仔细看，眉眼和妈妈年轻时真像，妈不是故意不带你，是海岛机票临时只剩2张了，理由很勉强。我默默关了手机，没回，就像林婉从不需要在他们动态下评论一样。我看向一身高定的林婉，其实她和江母不是像，而是同样条件好后，神经里那种舒展。过去的林婉总是皱着眉，整个人缩着，如今一打扮还真不一样了。江父江母比预想中回来的早，才出去2天就匆匆返程。刚进客厅，江晨不满的声音响起，说好陪月熙玩1周，干嘛这么早回来？月熙才是我永远的妹妹，我才不要那个乡下丫头当我妹妹。江母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婉婉是你的亲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江月熙在一旁摇摇欲坠。江母笑着上前拉林婉的手，乖女儿，这几天怎么不给妈妈发消息？没有你的消息，妈在海岛都玩不踏实，所以早点回来看看你。林婉当然没空发消息，我拉着她从早逛到晚，累得回房倒头就睡。但他的工作还没结束，晚上睡觉他得轮流睁一只眼站岗，防着我半夜起来再碰坏他什么东西。几番折腾下来，比如现在我俩刚进门，我的好闺蜜累得眼皮打架，面对江母的示好也只是有气无力道，妈，我困了，想先休息。江母脸上一僵，刚想再说点什么，江晨的声音响起，哼，装什么？不就是想逃避今天出考研成绩吗？妈，月熙学习一向好，肯定能保研成功，倒是这位乡下妹妹，我很好奇她能考几分呢？说起这个，江月熙微微挺直腰背，他打圆场，哥哥姐姐考研前才转来我们学校，可能不太适应，没考好也正常，等成绩出来，爸妈哥哥别怪姐姐哦。林婉被接回来时，离考研只剩1个月，这个时候转学换环境，对考试极为不利，可江家还是执意给他办了转学，理由是亲女儿不能在那种学校读书，传出去江家脸上无光。林婉从我们奋战3年的普通高校踏入了私立大学，成为一群人排挤的对象，而我除了每天给他打气，剩下所有时间都用来冲刺考研。
直到考试结束，我才收拾那点行李进城找他。说起考研，江父江母眼神复杂的扫过林婉，重新聚焦在江月熙身上。江母期待的看着他，月熙成绩一向拔尖，保研肯定没问题。江父也点头，月熙一直是我们的骄傲。一片声音里，我悄悄凑近失神的林婉，耳语道：婉婉，你回来2个月，难道没告诉他们，你早就拿到常青藤全额奖学金直播 offer 了？林婉成绩好，最初他的养父母是不许他读书的，可这么逆天的成绩，母校怎么可能放人走？校长免了他所有学杂费，每学期还发奖学金，硬是把这颗好苗子栽在自己学校。一笔笔奖学金不仅撑起了林婉的求学路，顺便也把我从辍学边缘拉了回来。我们顺利读完了本科。客厅里，江晨捧着平板率先查江月熙的保研结果，分针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结果揭晓，成功保送国内学府，江家人欢欣鼓舞。江父开心的拍桌子，这么好的成绩必须办宴席庆祝。江母接话，对，得请村里所有人来看看我女儿多优秀。江晨挑眉看向林婉，轮到你了，可别考个擦边分数出来丢江家的脸。林婉羡慕地看着家人，小声问，你们也会为我办庆祝宴吗？回应他的是父母的沉默和江晨的声音，无声的回答说明一切。林婉脸色发白，后退，眼底蓄满泪水。她回来2个多月，始终没能融入这个家。江月熙体贴的打圆场，姐姐，就算你没考上，大家也不会怪你的，只是你若是分数太低，办庆祝宴会让爸妈被人笑话的。所有人都认定林婉考不上。在考研第2天，江家司机请假了一位。江月熙坐上车，姐姐，我不习惯和别人同车，你自己想办法去考场吧。庄园偏僻，林婉费尽周折才打到车，踩着开考铃声，满头大汗冲进考场。在江家人眼里，林婉一个小镇出身的女孩，怎么可能学习好？可她偏偏是个异类。我拉了拉林婉的手，婉婉，跟你商量个事。林婉喃喃自语，我知道你们从来都觉得我不可能成功。婉婉，你要不要先看看我的考研成绩？林婉置若罔闻，明明我才是亲生的，为什么你们永远都看不到我？我提高嗓门，我分数够上 top 2了，为了庆祝咱俩又要当4年同学，你今天新买的那套泛金翡翠归我了。林婉，我在小镇活了25年，可我一直很努力，你说什么？大学同窗4年还不够，研究生你还缠着我的翡翠你也要抢？死女人，放开你的爪子，冲我来，把翡翠还我！假千金的庆祝宴不了了之，因为我和林婉被母校请回去做优秀毕业生分享。江父江母终于正眼看向林婉，这个他们一直不怎么喜欢，甚至觉得上不得台面的女儿，居然在考研前1个月就拿到了常青藤全额奖学金直播 offer。不仅如此，大学奖学金还养活了一个差点辍学的我，经常给我补课，硬是把我的成绩提到了 top 2。2个人双双踏入学府，喧闹的礼堂，无数人想和我们合影，江父江母也面上有光，拉着林婉的胳膊，乖女儿，一会儿跟爸妈和校领导合个影吧。林婉犹豫了一下，合影只是江父江母抬高身价的工具，但她还是点了点头。我拉她去更衣室换合影的礼服，高定、奢华、昂贵，是江母特意准备的，就为了今天的合照。可我动作不熟练，一使劲，礼服后背的隐形拉链裂了，我小心翼翼的用别针勉强别住。好婉婉，拉链不小心扯坏了，但你别急，我用别针固定好了。断裂的拉链静静躺在我手心。林婉先是一愣，随即发出声音，抄起旁边的鸡毛掸子，追着我满礼堂跑。这可是6位数的限量高定啊，就这么被你扯坏了，我今天非要追到你不可。他举着鸡毛掸子围着操场追了我10几圈，有学弟热心计时说我们跑出了不错的水平，然后又恍然大悟，操场好像少画了一道线。清正的嬉闹声中，我们好像忘了什么，哦对，是合影。江父江母等到天黑都没等来林婉，直到所有领导散去，林婉才后知后觉的出现，然后一拍脑门，爸妈，抱歉，我忘了合影的事了。江母没发脾气，没事，你和老同学难得见面，多聊聊也好，妈妈能跟你合个影发朋友圈吗？林婉下意识的怔住了，她刚回来第1个月，曾小心翼翼的问过，妈，你朋友圈里全是月熙的照片，能发一张我的吗？江母揉着太阳穴，面露疲惫，婉婉，你懂事一点行吗？月熙在我们身边25年，大方得体，她欲言又止。林婉却瞬间明白，她上不得台面，哪怕被接回来，也没资格出现在亲生父母的朋友圈里。现在江母居然主动要求合照发朋友圈，眼看林婉还在犹豫，我上前拍她后脑勺一把，状似不经意的提醒，阿姨，我记得之前你们说等考研结束要给月熙包个大红包，不知道婉婉有没有啊？江母赶紧点头，有的，婉婉这么优秀，妈早就准备好了。叮咚，林婉的银行卡又进账7位数，我看的眼都直了，立刻热情张罗，叔叔阿姨，我来给你们拍全家福，来，靠近点，婉婉你站阿姨旁边，表情自然点。我恨铁不成钢的瞪了林婉一眼，7位数啊，祖宗，你倒是做出表情啊！我吼道，笑，我的好闺蜜吓得一抖，咔嚓，勉强挤出笑容的林婉出现在了没有江月熙的全家福里，被江母发在了朋友圈。晚上回家，客厅漆黑一片，沙发上却蜷着一个人影。江月熙见我们回来，含泪怯生生起身，爸妈，哥哥，我看到你们朋友圈的照片了，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。江母心疼的上前搂住她，怎么会，月熙也是妈的乖女儿，妈从来没偏心，但没人再提给她办庆祝宴的事。江月熙咬着唇，没想到姐姐这么厉害，真是恭喜了。
江晨赞叹地看向林婉，是啊，那种环境还能直播常青藤，不愧是我亲妹妹。江月熙闻言，整个人更是摇摇欲坠。当晚，她端着热牛奶出现在我和林婉住的储物室门口，像在示弱。姐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尝尝。我扫了眼这杯会让林婉过敏的牛奶，挥手拒绝。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不需要。江月熙脸色骤变，褪去所有柔弱，盯着林婉，别以为考个好成绩就能让爸妈多看你一眼。我在这个家25年，没人能赶我走。林婉，我送你一句话。我气势汹汹打断，我们不要话，我们要钱，要不你直接打钱吧，行吗？贾千金恼怒离开。次日，江家来了客人，来人站在客厅，搂着江月熙安慰。月熙，你放心，我认定的只有你，不管谁被接回来，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婚约。江月熙委屈巴巴点头，目光瞥向刚扫货回来的我和林婉，我清楚感觉到闺蜜身体一僵。我扫向她失魂落魄的眼睛，再看向客厅里下巴微扬的陆景琛，明白了。林婉被接回江家后，江母曾提过江陆两家早年订过娃娃亲，如果当年没有调包，那么该和陆景琛订婚的是我闺蜜。陆家少爷皮相不错，林婉刚回来时，他曾刻意接近，处处讨好这位可能取代贾千金的真千金。时间不长，发现江家更偏爱贾千金后，立刻对真千金不一样了。可林婉曾对这位联姻对象动过心，她偷偷给我发微信，淼淼，我喜欢上一个人，他对我特别好。我面无表情回，他给你打钱了？那倒没有。别说了，命里不带财的男人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埋进土里当肥料，祝我们来世大富大贵。客厅里，林婉手里的购物袋掉地，江月熙终于扳回一局，笑着搂住陆景琛的手臂，姐姐，我们要去看首映礼了，今晚可能不回来哦。林婉身体动了一下，陆景琛带着江景琛离开，还未到门口，林婉突然出声，景琛，上周你不是约我去看艺术展？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陆景琛说道，上周的事谁还记得？再说了，我喜欢的是月熙，我只要记得和他的约定就行，不相干的人何必在意？林婉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泪水流下。两人大摇大摆地从我们面前走过，林婉的眼泪滚落。其实我不该回来的，爸妈不喜欢我，哥哥不喜欢我，连陆景琛也讨厌我。婉婉，你今天的眼线画得真不错，显得眼睛又大。林婉的泪止不住，我没有月熙会说话，也没有他情商高，大家不喜欢我是应该的。我今天试的这款眼线笔不错啊，防水还不晕染，价格也合适。林婉对着远去的背影苦笑，我这辈子可能都得不到爱了。我指着他骤然说道，婉婉，你的眼线笔不防水，他晕成别的样子了。林婉，我第一次心动，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？什么这么贵的眼线笔还不防水？他一头扎进洗手间，对着镜子，为什么晕妆了？专柜试的时候明明好好的。卸妆液被我递到他手里，我的好闺蜜认命的往脸上抹。一片忙乱里，只剩刚走出不远的陆景琛疑惑回头。往常林婉该哭着追上来了，怎么这次人没影了？这个夏天，我和林婉突然忙得脚不沾地。她忙着把学霸笔记整理成付费课程上线，而我接了3份线上家教。我们俩每天早出晚归，甚至很少或将家人打照面。开学前2周，晚上回家时，江母正等在客厅里，见我们回来，立刻迎上来，婉婉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妈等你好久了。林婉累得不想说话，只是揉着酸疼的脖梗，妈，有事吗？江母故作不悦，你是我女儿，没事就不能找你说话吗？你这孩子和妈妈一点都不亲。江母是我的长辈，我赶紧打圆场，阿姨，婉婉今天太累了，为了多赚点钱，好几天没睡好了。闺蜜疑惑地扫了我一眼，那双大眼睛分明在问，咱俩今天不是去游乐园玩了一整天，坐过山车坐吐了才这么累的吗？我瞪了她一眼，用眼神示意闭嘴。果然长辈立刻心领神会，迅速拿出手机转账，乖女儿，你爸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大妈不能委屈你，先给你转300万零花，千万别累着自己。前秒到账，江母又堆起笑脸，指着2楼一间卧室亲热道，乖女儿，你不能一直住储物室，2楼最大的客房已经收拾出来了，你今晚就搬进去吧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向2楼那间朝南的卧室，落地窗，衣帽间比我们现在住的储物室还大。我的好闺蜜已经被接回来4个月了，2楼的客房才收拾出来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我知道江母为什么突然示好，不单是看到了林婉常青藤直播 offer 的分量，更是因为贾千金从上个月开始就缠着家里要钱出国读硕，被江父说后变本加厉，甩下一句不让我出国我就不念书了。林婉的成绩比他好太多，而且直播始终压贾千金一头，所以江月熙铁了心要出去，死缠烂打1个月，江父终于铁青着脸同意，同时重新掂量2个女儿的价值。林婉淡淡笑了笑，婉拒，妈，还是不搬了。不搬怎么行？储物室那么小，你们2个人。妈，林婉打断，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学校了。江母所有话都被噎住，离开学还有2周，怎么走这么早？我和淼淼打算去旅行，机票都订好了，婉婉直接去学校。你出去旅行怎么不告诉妈妈？妈妈也可以。他止住话头，疏忽间，江母想起1个多月前，他带江月熙去度假，把林婉一个人留在庄园，也没通知他，气氛尴尬。该我出场了，阿姨，我和婉婉机票都订好了，现在是旺季，不好改签，但我们玩的时候一定给您发照片。理由和之前江母给出的一模一样。他讪讪点头，抿了抿唇，想说什么，终究没说出来，有点没明白。
我在接赛里，婉婉以前日子不容易，从来没出过远门，趁这次机会，我们打算多走几个地方。江母忙不迭点头，对，是该多出去看看。婉婉学习这么拼，平时肯定吃了不少苦，还是没明白，虽然旅行要花不少钱，但我和婉婉省着点，也能玩挺多地方。怎么能省钱呢？江母再次拿起手机，婉婉，妈再给你转点钱，又是200万进账，这才对嘛，要什么亲情，给钱就行。我们这对姐妹25岁了，还是第一次出门旅行。过去不容易的日子里，我不止一次和林婉畅想，婉婉，等咱们有钱了，一定要走遍全世界。如今梦想成真，我们痛快玩了半个月，朋友圈天天更新9宫格，但林婉一次都没联系过父母。她恍然惊觉，淼淼，我已经很久没想起爸妈了，就像你说的，钱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，感情先放一边吧。江母倒是一篇不落地，给每条朋友圈点赞，甚至江晨也留言，我妹妹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林婉刚想回复，我指着远处大喊，那边风景不错，婉婉你快看。林婉手机一扔，双眼瞬间看向远处，挪不开了，嘴里还感慨，看来我以前真是没吃过细粮啊。再也没想起回消息的事。半个月后，我和林婉直飞各自踏入学校。开学刚1周，宿舍楼下多了个等待的身影，是陆景琛。江月熙从江家拿到一笔钱后出国了，陆景琛并没跟着去。此刻他出现在宿舍楼下，准没好事。隔着不远，我听见陆景琛压低声音打电话：月熙你放心，我随便表示一下，他就会贴上来。等林婉被我拿下，我把这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保证江家不会再有人正眼看他，天黑都遮不住他眼里的算计。林婉打水去了，没和我一起，我默默走进宿舍楼，躲在窗帘后观察。陆景琛很快等到了林婉，他摆出深情的模样，快步上前，婉婉，好久不见，我很想你。林婉双手握拳，似乎在纠结。陆景琛又凑近几步，婉婉，今晚能请你吃饭吗？叮咚，林婉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掏出来扫了眼，又放回去，但人开始心不在焉。陆景琛没在意，婉婉，我现在才看清自己的心，所以他目光灼灼，给我个机会好吗？叮咚，手机又响，林婉快速扫了眼，神情越来越急。陆景琛拉住他的手，今晚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手机第3次叮咚响起，林婉像是被触发了某个开关，猛地后退一步，抱歉，我今晚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在陆景琛不可置信的目光里，林婉急匆匆跑回宿舍楼，掏出手机，几乎对到我脸上，急死我了，快把笔记拿出来，我检查下有没有错别字，你再交。只见手机里连着3条消息，淼淼，我坦白，我喜欢上咱们系一个学长，我写了份东西，打算跟他表示，本来想让你把关的，算了，既然你还没回，那我就不给你看了。情书是假的，我的闺蜜伸手挠了我一顿才罢休。大学生活丰富多彩，除了陆景琛时不时来学校来看林婉的，还有江家人。最近1年，江家生意情况不好，传统企业转型失败，被市场淘汰是迟早的事。通过江母转钱的频率，我就能感觉到江家现在是真的不宽裕了。寒假前夕，我和林婉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，遇见等在校门口的江晨，他应该等了很久，鼻子冻得有点红。见到林婉后，眼睛一亮。妹妹，我等了一整天，终于等到你了，难得放假，跟我回家住段时间吧，开车7、8个小时就到了。说完还扫了我一眼，热情邀请，叫你同学一起。林婉不解，你的月熙妹妹不回来吗？江晨皱眉，别提她在国外除了要钱就是要钱，花费无度就算了，家里生意遇到难关，她连句安慰都没有，还让爸卖了分公司打钱给她。林婉面色平静如水，大学半年，我和她用手里的钱注册了一家科技公司，吃到了第一波人工智能的风口，忙忙碌碌的半年。林婉除了学习，每天都在处理公司的千头万绪，还要时不时应付我给她制造的意外。紧张兮兮的半年，她一次亲情都没想过，一次爱情也没眷恋过。见江晨期待的看着她，林婉皱眉，我寒假有事，没时间回去。江晨苦笑，我来接你之前可是跟爸妈打了包票，一定能带你回去的，你今天要是不回，我可就一直在这儿等啊。最后一句以玩笑的口吻说出，林婉却抬眼看他，声音骤然变冷，半年不见，倒学会这样了，有本事就一直等在这儿啊。江晨脸刷得白了。这句话熟得很，是我第一天去江家时，林婉站在观景台，江晨冲他吼的话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江晨呼吸急促了几分，想开口解释什么，林婉已经拉着我离开，远远挥手道别。我和林婉住进了刚租的办公室，我们谁都没回各自的家。我爸妈听说我读书的地方，曾试图来找我，可学校实在太大，再加上林婉通风报信，守了1个月，他们连我影子都没见着。身上东拼西凑的钱，在高消费水平下早就见底，只得灰头土脸买最便宜的机票回去了。年关将至，林婉带我回了一趟江家庄园，刚进院门就听见里面歇斯底里的争吵。江月熙回国了，正指着江父说道，你凭什么不给我钱？你们就是偏心林婉，他不就是会考试吗？要是没他，我怎么可能出国？国外消费多高你知道吗？1个月10万怎么够花？你们必须再给我500万。可江家真没钱了，一直以来伪装的父慈女孝，随着江家经济衰退而被撕破，露出内里的不堪。江母在一旁唉声叹气，不经意回头，眼睛倏地亮了，婉婉，你回来了。林婉勉强笑了笑，江母亲热地上前拉她的手，我就知道你会想爸妈的，后天就过年了，留下一起过年吧。
江辰也附和，对，留下一起过年吧。说的这么亲热，好像林婉刚被找回来时嚷着让他出去的不是他似的。林婉只是摇头，我是来拿剩下的行李，待一会儿就走。我麻利的走进1楼储物室，把没带走的备入行李一一打包。江母哆嗦着嘴唇，婉婉，2楼房间一直给你留着，你进去看看吧。林婉摇头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在外面住得很好，房子也很宽敞。刚被接回江家时，我的好闺蜜大概幻想过住漂亮的房间，有宽敞的衣帽间。我们在小镇过了25年，最舒心的住宿环境就是大学宿舍那张上下铺。这种条件下，家里人还经常找到学校嚷着要我们退学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和林婉嫁人换彩礼最划算，可在校长眼里，我和林婉能给他提高名校率才最值钱。每次父母来学校闹，校长就往外走，一直把人说跑为止，说不过瘾。周末还能挤出时间，上午去我家说我父母，下午去林婉家说他的养父母，一直到2家人再不敢闹为止。曾经梦想的大房子来得有点晚，晚到我们已经不需要别人给予，自己能买得起了。行李收拾好，昔日拥挤的储物室瞬间空荡。江母红着眼眶，婉婉，你真不留下陪爸妈过年吗？不了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江母还想说什么，林婉不耐烦，我刚回来时，你们不也说江氏很忙，有很多事要处理，让我别打扰你们，怎么现在你们不能理解我的忙碌呢？别墅里寂静无声，我和林婉拖着行李离开。江月熙盯着林婉追出来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输，你喜欢的人这辈子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他说的大概是陆景琛，因为陆家少爷正站在江家门外，风尘仆仆，一看就是刚赶来的。江月熙高傲的越过林婉，上前亲热的挽住陆景琛的胳膊，半撒娇半抱怨，我出国这半年，你怎么一次都没来看我啊？陆景琛当然没时间去看他，他的时间都用来纠缠林婉了。或许一开始是为了让林婉爱上他，然后再将人狠狠抛弃，可随着时间推移，陆景琛眼里的轻蔑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惊艳。他惊艳于林婉如此优秀，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，诧异于林婉虽然在感情上懵懂，却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学业和创业，眼光毒辣，对风口极其敏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位高智商低情商的林婉妹妹不愿意搭理他了，每次见到他都要找借口躲开，就像现在。陆景琛挣脱江月熙的手，上前几步，惊喜地看着林婉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呢，这不，一听说你回江家，我立马就赶过来了。江月熙发出声音，陆景琛，你什么意思？月熙，当年陆家和江家定的娃娃亲是我和林婉，你只是被报错的，现在25年了，错误该各归各位了。他目光灼灼地看过来，婉婉，你知道吗？在咱们出生前，2家就定好亲事了。他没注意到，林婉悄悄往后挪了一步，拉开距离，眼里除了想做什么，哪有半分爱意。陆景琛还在表示，过去是我眼瞎，珍珠与木分不清。林婉脸上警惕更甚。陆景琛并未察觉，这半年我终于看清自己的心，想明白很多事，好在现在还不晚。林婉警铃大作。我突然想起4个月前，我拉着林婉去唐人街，那时我们撞上新兴产业风口，打算创业，为了增加动力，决定去看看。老道士捋着山羊胡，装模作样看了一下，显示你们财运不错啊。我和林婉一喜，不过老道士话锋一转，这财运里还掺着些不好的东西。我大惊，什么妖孽敢来坏事？老道士掐指一算，写下一个生辰八字，就是此人。真巧，上面写的是陆景琛的出生日期。我满意的给老道士转了钱，当晚回宿舍。林婉见到等在楼下的陆景琛时，拔腿就跑，生怕财运被影响，这一躲就是4个月。陆景琛像抓住了唯一的见面机会，迫不及待表示，婉婉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林婉往后弹了一步，从兜里掏出一把小米撒了过去，不好的东西退散，敢来影响我财运，我先影响你。他拉去我飞快逃离，顺便感慨，幸好我今天怕遇到他，提前准备了小米，早知道该抹点别的。跑出老远，后面传来江月熙和陆景琛厮打的声音。忙忙碌碌的求学生涯结束，刚一毕业，我和林婉全力扑在公司运营上。江家在2年内最后一次转型失败，此消彼长，我和林婉的公司蒸蒸日上。江母这几年一直没死心，不断打电话劝林婉回家住，并告诉她别墅里的房间随她挑。可我们已经有钱买更大的别墅了，谁还争那1间房的归属？这天我们刚谈下一笔大单，正盘算着投资回报率，林婉的手机响了，是江母。电话刚接通，传来她泣不成声的声音。婉婉，妈真后悔，早知道认回你那天就把那个假女儿赶出去。林婉翻看季度报表的手没停，声音冷淡，怎么了？江月熙她在国外读书，嫌我和你爸给的钱不够花，前年就退学回国了。回来后天天买奢侈品，可家里生意不景气，哪有钱供他这么花费？昨天你爸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，想最后再创业赌一把，谁知道那个假货拿了钱跑了。婉婉，你在听吗？怎么不说话？他没在听，因为手机开着公放。林婉看完报表，起身去顶楼办公室拿公章了，明明有秘书，他偏要自己去，但没回应不礼貌，我小声打招呼，周阿姨您好，婉婉去别的办公室拿东西了。江母一噎，继而失声痛哭，婉婉就这么不肯原谅爸妈吗？现在连电话都不愿意接了，哭声令人烦躁。我摸了摸头，她原谅了，所以您能给女儿打点钱吗？哭声停止，婉婉她怎么能不关心爸妈，只知道要钱呢？
我闺蜜以前向你们要过感情啊，是你们不给，所以现在只能要钱了，要是没钱就别联系了吧。电话挂断前，江母哭得更大声了。林婉刚回来，秘书就推门而入，林总、苏总，江氏集团的人想谈合作。江晨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他想在新市场分一杯羹，所以坚持不懈上门，以求能谈成一次合作。这次林婉亲自下去见他，会议室门推开时，江晨整个人愣在当场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苦苦哀求合作的公司，竟然是亲妹妹创办的，眼睛倏地亮了。婉婉，公司老板居然是你，太好了，只要咱们合作，一定能救江氏。我从监控里盯着两人，果断掏出手机给林婉打电话，铃声打断江晨的喋喋不休。喂，婉婉，我在会议室呢，有急事吗？祖宗，天大的急事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说你皮肤变好的事吗？林婉摸了摸脸，来了精神，一改方才见到江晨的无精打采。记得那套护肤仪就是好用，可惜断货了，我之前囤的早用完了。江晨惦记着合作的事，急得跺脚。我兴奋的声音从手机传来，婉婉，那套护肤仪补货了，刚补的，赶紧抢，晚了就没了。林婉整个人亢奋起来，手忙脚乱挂断电话，一边往外走一边解释，我要抢护肤仪，没时间谈合作，江先生请回吧。江晨愣在当场，不死心的追上去，婉婉，我是你亲哥哥啊，你不能对江氏见死不救啊。很快他被保安带了出去，再没放进来过。春去秋来，时间一年年滚动，我和林婉已经30岁了。她再也不是那个站在观景台边缘，用行动换取卑微亲情的女孩，条件将人滋养的光彩夺目。30岁生日宴结束后，林婉喝得微醺，突然开口，我刚被接回江家时，心里一直不平衡。我丢了这么多年，刚被找回来，不是该得到偏爱吗？为什么所有人反而不喜欢我？你告诉我，生活没什么应该不应该，只要今天比昨天好，就是胜利。我一直记到现在。是啊，我回了江家，就算他们再不喜欢我，我的日子也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可我居然傻到要那样，幸好那天你来找我了。林婉不知道的是，他想行动的前几个小时，我收到了他的微信，他说苏淼，活着真没意思。他连淼淼都不叫了，竟然叫我全名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？没有了。我当即出门去坐公交，跨市的长途线路，好在赶上了。现在我们霍江家人的生活好像颠倒了。江家搬去了老城区，江父最后几次投资失败后，唯一筹到的钱被养女拿走，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江母住进了狭窄的公寓，就像当年给林婉的储物室一样大。好在江家5口人一个不少，之所以是5口，是因为江月熙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孩子。他拿走所有钱消失后，花的差不多了，找了个老板，孩子刚出生就被原配赶了出来。除此之外，还被起诉追回了这些年花在他身上的钱。无处可去的他选择回江家新租的老破小，5个人挤在2室1厅，相信一定很热闹。我掏出手机无聊的刷了刷，突然瞪大眼推了推醉倒的林婉，婉婉，过12点了，购物节优惠券生效了，咱俩的购物车该清空了。林婉坐起来，早买早发货，赶紧下单。我的美容仪，我的高定，我的精华，我的小米，统统买。可恶，为什么偏偏不卖最管用的桃木剑呢？后来的日子里，阳光灿烂，偶尔的时候好像有人在叫婉婉和我的名字，不过我们都没有回头，是非因果，前路漫漫。